怀孕后胃口不好，老公把婆婆从老家接来照顾我，并提前叮嘱我不吃生姜。婆婆表面应好，背后使绊子，素馅饺子加姜，蜂蜜水也加姜。我心里委屈，婆婆却阴阳怪气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后来我拎着一篮子生姜去探望婆婆，她望着我，神色癫狂。你知道吗？年轻的时候我也不吃生姜，我怀孕以后胃口不太好，老公和我打商量，把婆婆接来照顾我。老婆，你不知道，妈做饭很有一手，来了以后保准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我一脸惊讶地看着宋丽阳，明明之前我妈说请人来照顾我，她是拒绝的。半晌我犹豫开口，妈年纪也大了，来回颠簸，身体再受不了。再说我也不是什么都吃不下，没必要这么麻烦。结婚1年，见婆婆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现在要让她来照顾我，我心里是有点忐忑的。毕竟自古以来，婆媳如何和睦相处就是一大难题。宋丽阳乐呵呵的，来照顾我媳妇怎么能算麻烦？你肚子里的可是我妈的大胖孙子。说着，他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子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些什么，放心，妈这个人很好相处的。宋丽阳一锤定音，当即就给他妈去了电话。1周以后，我见到了婆婆，她欣喜地握着我的手，眼睛盯死在肚子上。怀孕好，怀孕好啊，佳佳你放心，妈保准把大孙子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中午给你包饺子，让你尝尝妈的手艺。我笑着应了声，看到婆婆如此热情，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。剁馅前，宋丽阳特意叮嘱婆婆：“妈，佳佳吃不了生姜，你弄馅别放这个。”婆婆摆摆手：“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让佳佳吃好了。”结果吃饭的时候，第1口我就开始恶心，胃里瞬间一阵翻涌。我直接冲出去，抱着马桶吐了个昏天暗地。宋丽阳着急地跟在一边，把水杯递给我：“怎么又吐了？天天吃什么吐什么，这怎么行？”我的手无力地抠着杯子外沿，看向一旁心虚的婆婆：“妈，饺子馅里是不是剁姜了？”宋丽阳闻言怔了怔，随后略带抱怨地开口：“妈，不是给您说了，佳佳不吃姜，您怎么还放姜呢？”婆婆立马哎呦一声，伸手捶了捶自己的脑袋：“老了老了，脑子不中用了，在家做饭习惯了放大姜。佳佳呀，你姜就吃点，明天妈一定给你做好吃的。”长辈都这样说了，我也不好意思不给台阶，不过将就还是将就不了的。我勉强露出一个笑：“妈，丽阳你们吃吧，我回屋点外卖。”宋丽阳殷勤地把我送回屋，又给我泡了一杯蜂蜜水放在床头：“老婆，你看有什么想吃的就点，老公给你包圆了。”我嗔笑地看她一眼，婆婆还在门口站着呢。宋丽阳出去以后，我看着外卖，突然就对草莓有了食欲，顺带加了2个小蛋糕。结果外卖到了，婆婆却开始阴阳怪气：“现在的孩子是真会享福啊，现成做好的饭不吃，非要花钱去买外头的，乱七八糟加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哪有家里做的健康？”婆婆眼珠子咕噜噜地转，边说边扒拉水果袋子，捏着红艳艳的草莓，瞬间吞了2个，也不怕卡着喉咙：“佳佳呀，不是妈说你过日子就要有过日子的样子，你花钱这样大手大脚，孩子出生以后费钱着嘞，到时候养子压力的有多大？”我嘴角抽了抽，压着气，声音尽量平和：“这都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，没花你儿子1分钱，不可能。”婆婆声调骤然拔高：“中午我都听到了，你是不是以为养子上班去了，不在家就没人能戳破你？你一个在家待产的孕妇，哪来的收入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懒得解释，
再怎么说她都认为我花的是她儿子的钱。第二天，婆婆突然给我端来了一杯蜂蜜水，就是看着有点怪怪的，飘着些许杂质。妈，这是蜂蜜水吗？您是不是找错了？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我老太婆能不认识这个吗？赶紧喝，喝了好午睡。我没再质疑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刚进嘴巴就被我吐了出来。这是加了姜汁的蜂蜜水，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从素馅加姜的饺子到掺了姜汁的蜂蜜水，我就算是个傻子也能明白，全都是她故意的。看着婆婆挑衅的眼神，我端着杯子直奔书房。宋丽阳，你妈给你冲的蜂蜜水，老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喝什么蜂蜜水，就是给你的，赶紧喝。我举着杯子送到她嘴边，宋丽阳喝了一口，立马就吐了出来。这什么东西，味道这么奇怪？抽了一张纸擦手上被溅到的汁水。我淡淡的开口：好喝吗？你妈特制的生姜蜂蜜水。宋丽阳反应过来，窘迫的不行，讪讪一笑，把我搂进怀里。媳妇，你要相信妈，绝对没有恶意。老一辈他们都认为姜是好东西，她也是为了你和肚子的孩子着想。听着宋丽阳为婆婆开脱的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，你妈就是故意的。谁家好人明知儿媳妇不吃姜，偏偏还给准备各种加姜的吃食和饮品，还说是为了我好。普天之下就没这种说法，怎么就没有了？婆婆冲进来，像只战斗的公鸡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就你娇气！我们老家怀孕的人就是这种喝法，人人都喝的，怎么就你喝不得？我当长辈的还能害你不成？还不都是为了你好？骂完我，他又扑向宋丽阳，边打边哭嚎：你个不孝子，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！净看着你媳妇说我的不是。你说乡下老家有没有这种习俗？我目光灼灼地看着宋丽阳，她看看我，再看看婆婆，为难地直摆手，嘴巴张了又合，最后低头叹气。我老家乡下就是这种习俗，媳妇，你就喝了吧，这都是妈的心意。婆婆顿时像打了胜仗一样，昂着头把蜂蜜水塞给我。我再也忍不下去，手一扬，杯子摔在毛毯上，发出砰的声响。谁爱喝谁喝，我是不可能喝的。这个家有你妈就没我。回屋胡乱装了几件衣服，我拎着包就往外走。想了想，还是给我妈打了电话：妈，你跟爸现在能来接我吗？我妈被我的哭声吓了一跳。佳佳，怎么了？这是和丽阳吵架了吗？我狠狠抹去脸上的泪，声音嘶哑：回家再说，你和爸先来接我吧，我想回家了。好，好，你等着妈妈，我和你爸马上过去。妈，我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就被抢走，猛地摔到地上，荧幕顿时四分五裂，通话断了。宋丽阳阴沉着一张脸，仿佛我犯了天条似的。我没理他，捡起破碎的手机继续往外走。他一把拽住我，咬牙切齿：不就让你喝点生姜水吗？闹什么闹？我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，作为小辈，满足长辈的想法有什么不对？代佳，你今年25，不是5岁，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回娘家找爸妈？咱们自家的事，你非要捅咕出去，让别人看笑话是不是？我气得牙根痒痒，挣扎不开，直接张口咬在他的手臂上。宋丽阳，小辈满足长辈需求的前提是长辈值得被尊敬。你妈呢？第一天来就测试我，你信不信？如果我吃了那顿饺子，以后饭菜顿顿有姜。我爸妈养了我20多年，都没委屈我吃过一口姜。你妈一没养过我，二她的不容易不是我造成的，我凭什么委屈自己去吃姜？宋丽阳神色微滞，讲话却理直气壮。她是我妈，
养大我不容易，你嫁给了我就应该跟我一起好好孝敬他。你在娘家不受委屈不吃姜，在婆家能一样吗？哪个做儿媳妇的不是这样过来的？我愣愣地看着宋丽阳，仿佛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。短短2天，陌生的可怕。我用力挣扎，对他又踢又咬。我做不来这种逆来顺受的儿媳妇。要不你把你妈送走，要不我们就去离婚。我把孩子打了，绝不耽误你找下一个。啪的一声，我的脸被重重地扇了一巴掌。婆婆张牙舞爪地冲过来，一巴掌似乎还不解气，又朝我啐了一口痰。好你个毒妇！我不辞辛劳大老远来照顾你，给你做饭，你竟然撺掇我儿子把我送走，不孝敬我，还想打掉我孙子，没天理了！哎，儿媳妇容不下婆婆呀！动静越来越大，周围渐渐围了一群人，甚至有的人开始拿出手机拍摄。婆婆见状，表演得更加卖力。我儿子说他媳妇怀孕了，胃口不好，让我来照顾她。第1天就不给我好脸色呀！我辛辛苦苦做了一桌菜，他看都没看就说不吃，转身去点外卖。我好心好意给他冲蜂蜜水，他直接把杯子摔了呀！有围观者开始发表言论，可不是，现在的儿媳妇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一句话都说不得，一不顺心就威胁我儿子要离婚。哎，我说大娘，你可别以偏概全，你家的是这样，可不代表别人家也是。依我看，肯定是这儿媳妇容不下老婆婆，这小姑娘一看就不好惹。周围各种指点责骂，让我气得笑出声来。我捂着脸上明晃晃的巴掌印，环顾一圈，直接大喊：我不好惹，能被这个老钱婆扇耳光？她来第1天就给我下马威。我说吃不了姜，她就包素馅饺子要加姜，蜂蜜水也要掺姜汁水，谁能异地而处跟她和和睦睦的？吱个声，正好我把位置腾出来，你去做她儿媳妇。周围瞬间安静了，下一秒话题中心就变成了老钱婆。眼见她被臊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，宋丽阳却被刺激得两眼通红，攥住我的手腕的力道大到仿佛要折断她一样。能不能别闹了？家里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有你这样落长辈面子的吗？还不赶紧跟妈道歉！做长辈的能有什么错？还不都是为了你好，又是他妈的为了我好。我心里怒火滔天，刚刚我被污蔑羞辱时就袖手旁观，换成他妈就着急的不得了，可真是双标啊！我用力掐了掐手心，摸着红肿的脸颊，深深地吐出一口气。宋丽阳，我郑重地通知你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你妈这种好我接受不了。人群突然一阵骚动，老钱婆晕了过去。趁着混乱，我离开了社区，正好在半路遇到了来接我的爸妈。看着我红肿的脸，爸妈抱着我哭作一团。我擦了擦眼泪，露出一个释然的笑。爸妈，我要和宋丽阳离婚，不问缘由。我爸立马表态：好闺女，你做什么爸爸都支持你。我妈拿着冰袋给我敷脸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离了好。今天啊，我和你爸可真怕你出事，我们就你一个闺女，你有个万一，我和你爸可怎么办呢？我的泪又涌了出来，抱着爸妈愧疚的不行。宋丽阳家境一般，我俩认识源于她英雄救美。那天我下班被混混堵巷子口骚扰，他路过以一敌三，吓得不行，却还佯装高手，坚定地把我护在身后，让我趁机逃跑。报了警后，匆忙返回巷子，却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气得不行，大喊着抡起包包就冲向混混。许是被我不要命的气势吓到，又或是刚刚打了一轮，体力有所消耗，混混竟真被我用包抡到了。对面目露凶光，
一步步朝我逼近。这时，鸣笛声到了，做完笔录出来，我去旁边药店买了药。看宋丽阳疼得龇牙咧嘴，我不懂他为什么不顾自身安危来救我。宋丽阳勾起嘴角笑了笑，既然路过，怎么能看你被欺负？有我在，最多被打一顿讹点钱，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女孩子，情况可就不好说了。那天的阳光很好，宋丽阳就这样笑进了我心里。没多久，我们就恋爱了。后来顺其自然地结了婚。结婚那天，我爸牵着我老泪纵横，抽着鼻子把我交给宋丽阳。他说：“丽阳，佳佳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，你告诉我，我来教导她。但是你俩可千万别动手。”宋丽阳一脸幸福地牵着我的手，十指紧扣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把佳佳当眼珠子看，怎么可能欺负她？婚后的日子确实很甜蜜，老公体贴风趣，待我如珠如宝，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。直到半年后，我还没有怀孕，宋丽阳第一次对我冷脸，我心里也很委屈。明明婚前说好的晚点要孩子，见我情绪低落，宋丽阳歉意地抱着我：“妈年纪大了，想抱孙子。我们既然结婚了，就应该早点全了老人的心愿。而且我们还年轻，孩子生得早，恢复的也快，不是？到时候去给孩子开家长会，一圈下来，就我媳妇最年轻、漂亮、最亮眼。”我被他逗乐松了口，然后便开始备孕。爸妈和朋友都劝我过2年再说。你们认识时间不长，你对他了解吗？有了孩子就是有了枷锁，以后合不来有矛盾可就晚了。可是我被甜言蜜语糊了心，不听劝。我曾以为宋丽阳就是我那天见到的那样，勇敢、真诚，一切美好的词汇用在她身上都不为过，结果全都是假象。他妈来了不过2天，就消耗完了我们所有的情分。回过神来，我摸了摸略微鼓起的肚子，流泪喃喃自语：“宝宝，对不起，你回到天上再挑别的妈妈吧。”第2天，我去预约了人流手术，趁妈妈去缴费的时候，准备去趟洗手间，却没想到在拐角处被人堵住了去路。老钱婆张翠花凶神恶煞地盯着我，个贱蹄子，我就知道你要打我大孙子，被我蹲到了吧？你可真没人性啊！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，和你血脉相连，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老天爷呀，你开开眼吧！这个毒妇以后可要下18层地狱。我淡定地看他表演，悠悠地掏出一份草拟离婚协议。昨天我就说了，我要和你儿子离婚，源头全在你。你儿子好好的一个家，就这样被你拆散了，也是因为你我才要流掉这个孩子。4舍5入你手上沾了人命，这样看你死后可不得要下畜生道轮回啊！啧，我是毒妇，你就是老畜生喽！你个贱蹄子，竟然敢骂我！张翠花牙咬得咯吱咯吱响，老脸狰狞，眼珠子凸得吓人。他扬起巴掌猛地冲过来，我都做好准备给他一个过肩摔了，结果手里一空，离婚协议书被他抢走，3下5除2地塞到嘴巴里，嚼吧嚼吧，咽下去了。张翠花一脸得意地看向我，想离婚打掉我大孙子，有我老婆子在你就别想得逞，离婚协议也没了。你老实点跟我回家，等我大孙子出生以后，你就算想赖着不走，我也容不下你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去母留子。不过他怎么一会聪明，一会蠢笨的？我拍拍手，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然后从包里又掏出一张离婚协议书。张翠花暴跳如雷：“你怎么还有？”我耸了耸肩：“你吃的那是草拟的，正式的我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交给你？”挥了挥手里的这份离婚协议书，我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你就算吃了，我也可以再打。
何必呢？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和生姜哪个更好吃。张翠花脸色顿时青白交替，跟闪光灯似的。一阵剧烈的干呕后，直接跑去催吐。我回到等候区的时候，宋丽阳已经赶来了，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，像个野人。我妈一脸防备地盯着他，像只老母鸡一样把我护在身后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女儿已经决定要跟你离婚了，别再胡搅蛮缠。看在你们之前的情分上，好聚好散吧。妈，佳佳，求求你们再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宋丽阳含泪看着我，试图劝我打消念头。媳妇，昨天是我太偏激了，只要你不打孩子，你说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个身影，我勾了勾嘴角，就算是把你妈送回老家嘛。宋丽阳脸色一僵，眼底闪过一丝狠厉，却又很快地掩饰下去。只要媳妇你愿意跟我回家，我明天就把妈送回去。老人毕竟年纪大了，还是在家颐养天年的好。孩子出生以后，我们可以请个月嫂，也不用麻烦妈来照顾。见我面色有所缓和，他手舞足蹈地跟我绘制未来的蓝图，却没注意到身后张翠花癫狂的神情。我努嘴，你妈就在你身后呢，你俩要不要当面说？宋丽阳顿时石化，浑身僵硬，不敢回头。张翠花披头散发地冲过来，浑身散发着一股酸臭的味道。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，我这是养了个什么东西？造孽呀！张翠花声音凄厉，比起刚刚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宋丽阳沉着一张脸任他扑打，用力攥住张翠花一只手。要不是你非要我媳妇吃姜，各种作妖，我媳妇能跟我闹离婚吗？我怎么就有你这样一个妈？不盼着儿子好，反而希望他妻离子散的。闻言，张翠花面容灰败，不可置信的颤抖。你怨我？你竟然怨恨我？我是你妈，这世上谁都有资格怨恨我，唯独你没有。我做这些图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好。眼看有人制住宋丽阳，我也懒得听他们这些狗屁倒灶的事，挎着我妈转身就走。结果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力道，猛地一推，我直直地扑向地面。我小产了，撞的那一下冲击太大，即使我妈反应极快地拉了我一把，也不可避免。病房外吵吵嚷嚷，张翠花癫狂的声音模糊地传了进来：都是你这个毒妇，搅得家宅不宁。只要你死了，对，只要你死了，你死了，我儿子就不会把我送回老家去。由于涉及到命案，张翠花要被带走审讯，宋丽阳彻底慌了，他拽着警察不松手。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事，本来我媳妇也是要做人流手术的，除了过程不一样，结果没什么区别。警察同志无语地扒开他的手，性质完全不一样。你不要再拉拉扯扯，不然妨碍公事。你也要跟我们走一趟。张翠花被带走以后，宋丽阳双目充血地冲进病房，他攥紧拳头，一脸凶狠，恨不得直接捶到我脸上。可惜我爸和2个叔叔在一旁立着，他只能无能狂怒，狠狠地砸向旁边的墙。代家，你现在满意了？孩子没了，老妈还被抓进去了，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就因为一杯生姜蜂蜜水，他妈的，就因为一杯生姜蜂蜜水闹到这个地步。宋丽阳，到现在你还认为是一杯生姜蜂蜜水的事吗？我嘲讽地勾了勾嘴角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过错，你宋丽阳就是天使不沾一丝污垢。你不知道你才是最大的过错方吗？但凡你在你妈逼我的时候有一丝担当，都不会是今天的局面。何况刚刚你不是附和得很快，
要把你妈送回乡下。现在你妈都进去了，你在我跟前装什么母慈子孝呢？一口气说太多，有点没力气。我靠着枕头缓了一口气，看着眼前陌生的人，深深怀疑，当初那个不畏混混勇敢救我的人真的是他吗？过了2天，张翠花的结果下来了。由于有目击证人作证，他是故意推的我，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外加1万元赔偿费。宋丽阳接受不了这个结果，每天拿着谅解书来家门口堵我。媳妇，你真的忍心看妈一个老人进去3年吗？她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再折磨3年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来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狠心？我皱着眉头递给他一份离婚协议，请你叫我的名字。签了这份协议，我们将不再是夫妻关系。我是不会签字的。代佳，你想甩了我，门都没有。宋丽阳痛哭流涕地抱着我的腿。媳妇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吗？我用力推开他，心中好笑，怎么到今天才看清他是什么人？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只是不甘心罢了。你经理的职位是靠我爸的人情升上去的，逢年过节，我爸妈各种礼物流水一样提到你家，全都被你用来走人情。你只是怕失去这些助力而已，别拖拖拉拉。一句话，你签离婚协议，我签谅解书。最终，宋丽阳还是妥协地签了离婚协议书，只是他临走前阴恻恻的眼神让我有些许不安。女人的第六感一向很准，于是我迅速在家门口和卧室安装了监控，并借来了闺蜜养的小木，摸着狗狗萌萌的大脑袋，我瞬间有了安全感。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感叹，女人的直觉就是神。这天半夜我睡得正香，小木就开始躁动不安，不过很懂事的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是拿大脑袋一直拱我。我迷迷糊糊醒来，刚想嘟囔2句，就发现阳台上有个影子，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当初装修的时候，为了美观，我这边的阳台并没有安装防盗窗，加之楼层不高，尽管社区安保再好，有心之人还是能够趁机摸进来。眼看那个黑影逐渐逼近，我搂着小木的手愈发收紧。就在我准备闭眼装睡的时候，黑影出声了：“代佳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醒着。”这声音果然是宋丽阳。知道来人是谁，我反而不慌了。就在他签了离婚协议以后，我爸就跟他的酒搭子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自己闺女离婚这一信息。现在这社会，大家都是人精，根本不用明示，稍微漏几个口风，宋丽阳就被一撸到底，成了基层小职员。宋丽阳顶头领导没什么爱好，就爱喝点小酒。巧的是，我爸是行家，更巧的是，他俩是多年的酒搭子。酒搭子直接顺水推舟，毕竟当初宋丽阳也是走我爸的人情升上去的，本身没什么实力。一夜之间，从天堂到地狱，宋丽阳一步步逼近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别怪我，代佳，怪就怪你们一家做得太绝了。我走到那个位置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凭什么直接就给我爸了？还不是因为你们相熟，真是恶心透了你们这些有钱人的嘴脸。只不过投胎技术好一点就高高在上，不过投胎技术再好又怎样？你这个大小姐还不是每晚在我身下承欢？”听着那些污秽的词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拍开床头小灯，屋内瞬间亮如白昼。小木，上，不要下狠口。听到我发出的指令，宋丽阳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扑倒在地。我捂着胸口挪到门口，庆幸闺蜜教了我指令。宋丽阳没想到我屋里竟然藏了一只狗，惊恐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。小木前爪死死地按在他胸口，鼻息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
安全感爆棚。只是当我转动把手的时候，门却纹丝不动，我急得出了一头汗。门锁怎么可能会坏？明明睡前还好好的。宋丽阳发出猖狂的笑声，没想到吧？我先把你的门锁弄坏才进来的。额头上冷汗直流，我怎么忘了？阳台有个窗户可以爬过去隔壁的杂物间，而杂物间是从来不上锁的。和宋丽阳结婚1年，这件事他自然知道。就在这时，宋丽阳从背后摸出了一把水果刀，来不及细想，我直接大喊：“小木，快躲开！”小木身形飞快，像个保护神一样的护在我身前，喉咙间发出充满敌意的嘶吼，一人一狗形成对峙。我不停地快速拍门：“爸妈，你们快醒醒！不要再睡了！”隔壁，我爸妈终于被惊醒。佳佳，怎么回事？我来不及细说，扯着嗓子大吼：“宋丽阳在我屋里，他手里有刀，门锁坏了，我拧不开，你们快想办法把门撞开！”我在屋内尖叫，我妈在屋外尖叫，小木也在嘶吼。一时间，绝美的3重奏吵醒了邻居。宋丽阳见状不好，眼中凶狠毕露，不顾小木的威胁，拿刀冲着我就来。我急得一脑门汗，以小木为中心跟他转圈。门外传来电锯的嗡嗡声，门框也肉眼可见的被锯开一个小口子。宋丽阳立马转身直奔阳台，眼见他要跑，我大脑想也不想，立刻发出指令：“小木，咬住他的腿，不要让他跑了。”黑色的身影犹如一道闪电，宋丽阳骤然发出一声哀嚎，同时门被锯开，警察也到了。我妈披头散发地抱着我，哭到打嗝：“吓死我了，闺女！天杀的，就该把她处决了。”我心有余悸地拍背安慰，一转头，我爸也泪眼朦胧地盯着我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最大程度地张开双臂，来了个3人抱。闻着爸妈熟悉的味道，我后知后觉地大哭出来，就差一点，如果没有小木，小命就交代这了。宋丽阳瘸着一条腿被带走了，临走前，我拦住了他：“警察叔叔，我想问他一件事，可以给我几分钟时间吗？”警察同志后退2步，我看着狼狈不堪的宋丽阳，对方眼中的恨意毫不掩饰，仿佛我杀了他全家。你今晚的打算是什么？如果没有小木，你是计划在这间屋子里杀了我吗？当然不是。宋丽阳呵呵2声，吐出一口血沫，哪能这么便宜你？自然是要你千人骑，万人骂。我心中没有一丝波动，确定答案后，把他送进去也不算冤枉了他。爸妈却忍不了，双双冲过去，一人一边配合极为默契，给了他几个大耳刮子。真是畜生，猪狗不如，挨了几个重重的耳刮子。眼看宋丽阳双颊高高肿起，警察叔叔才施施然站出来把人带走。宋丽阳入室杀人未遂，根据刑法，最终被判10年有期徒刑。没多久，我接到了警局电话，张翠花想要见我。去警局那天，我特意打扮了一番，提了一个水果篮，里面装满了生姜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张翠花沧桑的不成样子，隔着玻璃看到那篮子生姜，她竟然开怀地笑了，与之前的尖酸刻薄样完全不同。我拿起了旁边的通讯电话，声音略带嘲讽：“喜欢吗？我给你带的礼物，记得多吃点哦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是不是还不知道？宋丽阳也进去了，时间可比你久得多。你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，差点就成为了杀人犯。”张翠花没理会我的冷嘲热讽，目光盯着空中的一处虚无，自说自话：“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不喜欢吃姜，有一次来月经，我肚子实在太疼，就让杨子他爸给我弄了一份生姜红糖水，不巧被杨子他奶奶看到了。
那个时候的红糖多珍贵啊！杨子他奶当即就把红糖收了起来。第二天吃饭的时候，我面前就只有一份大姜。他奶说我不是爱吃吗？那就直接生啃，吃不完不准吃饭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被逼吃生姜，味道实在是不好吃，吃到干呕也要继续吃，因为不吃就没饭吃。后来我习惯了那个味道，可以面不改色的生吃完整块。婆婆也死了，再后来杨子结婚，其实一早我就知道你不吃生姜，但是那又怎样？我一开始也不吃，还不是被硬生生逼出来的。宋丽阳乐呵呵的，这嫌他扔掉话筒，整个人趴在玻璃上，神色癫狂。凭什么我被逼着接受，你却做不到？都是儿媳，你凭什么反抗我？你就应该习惯它，吃掉它。张翠花被人按着压下去，眼角突然落下一滴浑浊的眼泪。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人帮我？为什么？谈话结束，我定定地目送张翠花远去，却一点也不同情她。自己做人儿媳妇的时候被欺辱压迫，翻身做主了便摆婆婆的谱，反过来欺压自己的儿媳妇。明明知道被逼着吃讨厌的东西多痛苦，却依旧把这份痛苦施加到我身上。只是她万万想不到，最后承担一切恶果的是自己的儿子。对女子而言，这世道本就艰难，太多异样歧视的目光，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呢？没多久，张翠花就彻底疯了，精神错乱，连自己儿子都不记得，人也被转移到了精神病院虚度余生。能不能撑到宋丽阳服刑出来都很难说。而我在闲暇之余，和闺蜜取经学习，养了一只雪白温和的耶耶，闲来无事，和爸妈一起遛狗消食，这样的生活好不快哉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新生欢迎舞会前，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，许瑶光。下来，我以为是骚扰信息，没有理会。约莫过了1分钟，我又听见宿舍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。我从窗户探头出去，见到了我爸妈的小雇主傅白宇。我不情不愿地下了楼。傅少爷找我有什么事？傅白宇递给我一个高档的纸袋，鄙夷地跟我说：“我妈让我在学校多照顾你，今晚舞会你做我的女伴。”我妈在傅家工作了15年，是傅太太最信任的保姆。她确实叮嘱过我们在学校要相互帮助。傅白宇把袋子塞到我手里，转身留下一句：“必须去，不然以后再也别去我家。”我拿着袋子犹豫了许久，最后还是赶在舞会开始前到达了会场。傅白宇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有些不悦：“怎么没有穿我给你的裙子？”傅白宇给的裙子超过我1个学期的生活费，不是我一个保姆的女儿该拿的东西。可是为了不给在傅家工作的爸妈添麻烦，我不得不小声怯懦地解释，裙子有点不合身。很快到了双人共舞的环节，主持人让大家带舞伴自由上台。傅白宇不由分说地牵着我往人群的中央走去。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今晚他的女伴自带光环，可这光环于我而言是黑暗的。果然，耳边传来了一阵女生的窃窃私语：“傅少脑子抽筋了吗？怎么会邀请这么土的人做舞伴？你可别小看他，他可是医学系的学霸和系花。别急着吃醋，看他那个样子，大概也不会跳舞吧。”我想找借口逃走，手却怎么也挣脱不开。你爸妈的工作还想要吗？傅白宇低着头，邪魅的附着在我耳边威胁着。傅白宇亲昵的动作又引起了一阵骚动。我退无可退，我唯一的软肋便是我的父母。我妈是京圈傅家的保姆，我爸是傅家的司机，他们在傅家10几年如一日，如今已经是傅太太最信任的保姆，待遇很好。
工作也不复杂，不能因为我的到来影响了他们。我打消了临阵脱逃的冲动。我确实不会跳舞，可已经被拉进聚光灯下，我只能环顾四周，通过别人的动作现学。可刚已成双的其他同学，此刻都像是约好了班，私下散开，环绕着我和傅白羽。有一个女孩子双手抱拳，嫉妒地望着我。而就在刚才，也是她起哄让众人离开的舞台。她叫杨诗诗。大多数人开启吃瓜的姿态，杨诗诗和傅白羽青梅竹马。她喜欢傅白羽，可惜我出现后，把傅白羽对她的关注抢了去。她怀恨在心，想要看我出丑。音乐缓慢地响了起来，我和傅白羽四目相对。为了不让自己那么滑稽，我还是低声哀求了傅白羽：“傅少，慢点，我不会跳舞。”我学着电视上别人的样子，随着傅白羽的动作舞动起来。可刚踏出的步伐，落了空，我感觉身体被腾空。傅白羽将我抱到他的脚上，带着我的双脚，在优雅暧昧地移动着。我的脸微微泛红，忍到一曲结束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跑了出去。自从开学以来，傅白羽便隔三差五约我吃饭，美其名曰帮叔叔阿姨照顾我，我大多都找借口拒绝了。像傅白羽这样的人，不应该和我有牵扯。可我拒绝后，他反而更加不依不饶了。我刚到宿舍楼下，就被杨诗诗追上，她在身后，声音高傲：“许瑶光，你知道傅白羽为什么接近你吗？”我顿住脚步，回过头，杨诗诗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我。傅阿姨让她不要和不三不四的人接触，可她偏有逆反心理。毕竟你这种农村来的女孩子，她见得少，想玩玩很正常。我正要回怼，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是我妈沈丽的来电。我索性无视杨诗诗，瞥了她一眼，接起电话走了，留下杨诗诗气得在原地跺脚。“囡囡，你今晚有课吗？”沈丽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，说完又咳嗽了起来。“妈，我晚上没课。你生病了，去看了吗？”我急切地问道。沈丽吞吞吐吐地开口询问：“囡囡，你能过来替妈帮工2天吗？”我还没回答，那边又连忙说：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，妈妈担心耽误了你学习。”电话那边爸爸许军在嘀咕：“已经烧到40度了。我得赶紧带你去医院。”我上楼迅速收拾了2件衣服，一边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明天周末，我现在过来。”一边打了车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傅家别墅。我爸在大门口候着我，把我送到了他们住的保姆房。不善言辞的许军还体贴地给我倒了一杯水。“囡囡，辛苦你跑一趟了，赶紧喝点水。”来得着急，确实有些口渴。我接过许军手中的水一饮而尽，然后我端来一盆温水，给我妈擦拭脖子和脸颊。沈丽刚才降了温，出很多汗，翻来覆去睡不安稳。小时候我发烧，我妈都是这样照顾我。盆里的水凉了，我起身准备去换水，转身却看见许军手上拿着一杯牛奶，欲言又止。“爸，怎么了？”许军含糊嗫嚅，半天才把话说完。“囡囡，你妈每天晚上都要给傅少送温牛奶，傅少刚回来，你赶紧帮你妈送一下。”我爸着急的头上冒了汗，许是照顾我妈累坏了。我没来得及细想，就接过牛奶出了房间。我不是第一次来傅家，开学前，沈丽让我来拿她做的咸菜，还有被子和衣服。那时沈丽给我介绍过，傅俊和傅太太住在2楼，傅白羽住在3楼。我端着牛奶到了3楼，才发觉自己手有点抖，身上还有些微微发热。可人已经上来了，为了帮我妈完成工作，我不得不强撑着靠近傅白羽的房间。我假动作敲了敲房门，等了5秒，
我又重复了一遍假动作。就在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准备离开之时，傅白羽的房门突然打开了。我有些呆滞，敲门明明只是假动作，怎么偏就这么不凑巧碰上开门的傅白羽？我扯了扯尴尬的嘴角，递上杯子：“傅少，你的牛奶。”傅白羽半开着门，房间没有开灯，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。他的手停留在半空中，玩味地说：“拿来呀！”我只能向前走了2步，把牛奶放到傅白羽的手上后，准备离开。傅白羽接过牛奶，喝了一大口，手指了指一个方向，指挥我去帮我把窗户关了。我折返回头想要拒绝，可傅白羽僵持在门口，又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还是让丽姨来帮我关也行。”我想大概是因为傅白羽的总是用我爸妈工作来威胁我，我从第一眼见他便莫名讨厌他，加上今天杨诗诗的话，让我清楚地知道，我要和傅白羽尽量保持距离。原本刚才假装敲门，就是为了蒙混过关，打算明天沈丽问起来就说傅少睡着了。可如今好像逃不脱面对傅白羽了。我感觉又热，呼吸也有些困难，只想速战速决离开这里。于是我快步走到窗边，白色的纱帘随风飘了起来，窗外也开始沙沙作响，是暴风雨的前兆。窗户的纱窗有点高，我努力踮起脚尖关上窗户后，感觉双腿无力，身体还冒出了许多汗滴。我加快离开的步伐，却柔若无骨般朝地上摔去。我看见门边的傅白羽把房门关了起来，然后把手中的牛奶放下，朝我走来。我的意识是清醒的，却没有力气挣扎。我被抱上了一张软绵绵的床，我甚至在傅白羽的身上不安分地动了起来。那一刻无力排斥的我才明白，我被下药了，可发觉得太晚，因为傅白羽的身上也在发烫。我们就像2团燃烧的火纠缠在了一起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还未醒来，只觉得头好像要炸裂了。迷糊间，听见门外传来一阵急促敲门声和焦灼的说话声：“夫人，我昨晚发烧，我家囡囡来帮工，给少爷送了一杯牛奶，人就不见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”身边同样有人翻动了一下，把一只脚搭在了我的腿上。房门被钥匙打开，傅思思、沈丽推门而入。我此时已经全然清醒，也回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，可我身无一物，只能躲在被子里一动不动。我妈掀开被子，看见我的脸，跌坐在地上，脸上全无血色。我的天爷呀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傅夫人故意咳嗽了一声，拿着一条浴巾，示意我包裹起自己去浴室穿衣服。等我进了浴室，傅夫人才娴熟地拍了拍熟睡的傅白羽：“白羽，起床。”傅白羽转了个身，声音慵懒：“妈，我还想睡会儿。”我一边换衣服，一边听着门外几人的争吵。我妈低声啜泣，没完没了的叽叽喳喳。我家瑶瑶以后可怎么嫁人呀？我扪心自问，这些年对傅家忠心耿耿，我和我们家许军也是待得最久的老人了。太太，你不能让我家瑶瑶这么白白被糟蹋了。傅白羽被傅思思揪住耳朵吵醒，怒气冲冲回对他妈：“一个女人而已，喝醉了，睡就睡了。”而我妈听到这个话，索性躺在地上一哭二闹三上吊。我不要活了。傅夫人惯有经验处理这类事情，她将我妈从地上扶起来，柔声安慰：“丽姨，你别急，我和阿俊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妥善的交代。你先带瑶瑶去房间休息吧。”我从浴室出去，我妈已经擦干了眼角的泪珠，带着我回了房间。我复盘过昨晚发生的事情，进到傅家，我只碰过一样东西，那就是许军给的水。我想不通，从小疼爱我的父母为何要这么做？
我妈抱着我哭得撕心裂肺，几分钟后，忽然又问我：囡囡，你刚才没有洗澡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几天应该是你的排卵期，说不定你能怀上孩子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我就这么被我妈赤裸裸地当做一个物件在算计。我妈见我表情不悦，没再继续说下去，开始委婉解释：囡囡，妈妈的意思是，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。我的泪不敢落下来，眼前的人从我的记忆中分离了出去。在我们县城，许多父母都在外务工，大部分人和父母的关系是不亲密的。但是沈丽与其他的妈妈不一样，她每个星期会抽空给我打电话，她让我努力学习，考来北城上学，这样就可以一家三口团圆了。她还曾告诉我，她不在乎自己是个保姆，因为做保姆，她也是有计划实现财富自由。像她这样被雇主信任的保姆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从前，沈丽在我心中是一个温柔、干净、朴实、美丽的存在，她一直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。原来，那些年的关心都是早就计划好了。她想要利用自己身份的便捷，让女儿用身体换取她所谓的荣华富贵，甚至为了这个目的，不惜在我排卵期给我下药。明明我已经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可我仍然抱着一丝期待。我低声问：妈，如果我怀上了孩子怎么办？沈丽释然地呼出一口气，发觉自己对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怀上了，我们就生下来，母凭子贵，傅家一定会娶你的。我继续追问：那如果傅家不愿意娶我呢？还有我的学业怎么办？沈丽开心极了，都怀上傅家的孩子了，你还用担心学业吗？你放心，傅太太很信任我，即使傅白羽不愿意娶你，他也会给我们足够的补偿。我不死心追问，可是你知道的，我这些年一直努力，按照我现在的成绩，我毕业能顺利地进入北城第一医院，以后也可以靠自己让你和爸爸享福。沈丽眉头紧蹙，不愿听我说这些蠢话。囡囡，你就是读书读多了，才有这种想法。你成为北城最好的医生，也起码需要10年，并且顶天了也就拿2万1个月。但是傅家不一样，他们出手大方，随便买个包都是几十万，那是你怎么也挣不到的钱。我企图在挣扎，妈，如果我说我不喜欢傅白羽，不想和他扯上关系呢？沈丽听我这么说，瞪着我，连拽着我的手都加重了力道。囡囡，爸妈为你付出了大半辈子，你怎么能辜负我们呢？听着沈丽的话，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可沈丽为我谋划的却是一条出卖自我的路。沈丽和许军早就把我当成了一棵摇钱树，我的单方面不愿意，并没有什么用。很明显，昨晚傅白羽的牛奶里也被下了药。我的大脑高速运转，如果报警会怎么样？最后，我不得不停止所有的幻想。此刻和父母撕破脸，大概率会耗费我所有的精力和未来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。看来我得从长计议。我收起伤心，拍了拍我妈的肩膀：妈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妈见我不再反驳她的话，乘胜追击：妈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囡囡。我靠近妈妈怀里，假装小声抽噎着：妈，昨晚我不是自愿的，我们确实应该找傅家给补偿。妈妈一把推开我，喜笑颜开地问我：囡囡，你真这么想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善解人意地说：妈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再伤心也没有任何用了，让傅家赔偿我们是应该的。然后我话锋一转，可怜兮兮地请求：爸妈，你们一定要为我争取最大的利益，
我的话让沈丽信心倍增，她喜出望外地跟我推心置腹：“囡囡，你能这么想最好了。妈想好了，傅家不愿意娶你，我们就找他们赔偿一套房子，外加500万。”我的心如刀绞，嘴上却衷心地给沈丽和许军画饼：“爸妈，等拿到了钱，你们就辞职，在家好好享福。”随后，我又心疼地抚摸了一下我妈两鬓的白发。沈丽欣慰地望着我，抚摸着我的脸颊说：“囡囡，你终于长大了。”临回学校前，沈丽再三叮嘱我，一定不要吃避孕药。她说，只要怀上傅白宇的孩子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就有享之不尽的福气。之后，我回到了学校，也按照沈丽的计划，开始追求傅白宇。沈丽和许军找傅夫人很快就商议好了赔偿的事，他们辞了职，迅速搬进了新的房子里。新房子乔迁的时候，我去过一次，放了2个摄像头。我需要一些证据。我在学校明目张胆地围着傅白宇转，成了他的追求者中最耀眼、最舔狗的一位。傅白宇对我并不拒绝，他若即若离地享受这一切。我是他在兄弟面前炫耀的物件。1个月后，我告诉沈丽我怀孕了。大概是我过于听话，沈丽竟然没有要求带我再次检查，就去找傅思思要钱了。我准备好的托词，一句也没有用上。从前辛辛苦苦工作1个月才能拿几千块钱的人，突然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，便再也无法停止了。傅夫人被沈丽一而再再而三的要钱行为激怒，主动找上了我。喊不出名字的商务车里，傅夫人一改端庄典雅的气质，抬手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：“贱人，你爸妈前脚拿了我的钱，你后脚就在背地里勾引白宇。你妈说你怀上了傅白宇的孩子，又要我给500万，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没完没了是吗？”我捂着脸，掏出一个护舒宝，惊讶地说：“夫人，我这2天才来的大姨妈，怎么可能怀孕？我真不知道我妈会利用我做这种事，敲诈勒索，可是犯法，他们一定不敢的。”我胆小畏惧的模样，让本已破防的傅夫人顺畅了点。傅夫人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恢复了端庄的姿态。她睥睨地笑了笑，眼神却变得很烈起来。这些年，我待沈丽那么好，她既然敢一次次阴我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如泣如诉，继续装成那个只一心爱慕傅白宇的小女孩。我小声地恳请：“夫人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真心喜欢白宇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会这样，你原谅他们好不好？”傅思思嘲讽地笑了笑。果然，我还是会维护自己的父母。为了避免丑闻，他得分开应对。他提出条件：“你爸妈的行为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是我们傅家你是不可能进的。你这样要钱的女孩子，我见多了。我会给你500万，送你出国，从此再也不要见白宇。”我无助地摇了摇头：“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？这是违法犯罪的事。”傅思思头痛不已，她看得出自己的儿子对眼前的人不一样，如果真动了心，就麻烦了。而且一想到我是沈丽的女儿，纠缠起来更是雪上加霜。此刻哄骗我离开止损，他才好对付另外2个吸血鬼。他的语气不容拒绝：“钱我会写上自愿赠与，我只要求你永远不要和白宇再见面。”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，无任何攻击性地蜷缩在车的一边。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傅思思：“钱我不会白拿你的，你以资助的名义转给我，以后我慢慢还给你。”傅思思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确信我并无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，立即掏出手机给我转了钱。傅思思果真如传闻中一样，我早就打听过了，
傅思思喜欢用钱打发傅白羽的女人，正因为如此，沈丽才会如此大胆。所以，这也是我计划中逃离的最优方案。我当晚就订了出国的机票，有钱了，签证也很快。傅思思告了沈丽和许军敲诈。在出国前的一天，沈丽把我堵在宿舍，她坐在我的床上，敲着二郎腿，穿着一身看上去很华丽的衣服，全然不似在傅家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可神态却烦躁不安。妈，吃饭了吗？舍友们见我这么问，抹了抹嘴角的油，都陆续找借口离开了宿舍。沈丽带人走完，关上房门，暴跳如雷地靠近我，第一次对我动了手。沈丽抓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按在床上，一掌又一掌打在我的身上。常年劳作的人，力气并不小，他把对傅思思的愤怒全发泄在了我身上。许瑶光，你是不是故意不接我电话？在一下又一下的疼痛中，我的心又死了一次。看来，原先我不追究一切，悄悄离开的想法还是太软弱了。对待这样的父母，我必须反击了。我强撑着笑意：“妈，我手机最近坏了，经常没电，真的不是我故意不接你电话。”我掏出手机，还是沈丽5年前用烂了的旧手机。我的话的确有说服力。沈丽见我红着眼委屈的样子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你知不知道，傅思思那个贱人告我和你爸敲诈他？你不是说你怀上了傅白羽的孩子吗？报告单呢？我愧疚地回应：妈，我前段时间忙着追傅白羽，没好好吃饭，肠胃出了问题，吐了几次。我没经验，就以为是怀孕了。本来第2天打算去医院看看，可是又来了大姨妈。我害怕你生气，才没有跟你说。沈丽脸上的青筋凸起，又一掌重重地拍在我的背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害惨了我和你爸。我们用你怀孕的事去找傅思思要钱，他威胁要告我们敲诈勒索。沈丽歇斯底里地咆哮：明天你跟我们出庭，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反过来告傅白羽强迫你。我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，心彻底寒了下来。沈丽自从住进了别墅，对任何人都是趾高气扬，如今对优渥生活的眷恋更深了。我不管妥协与否，这都是一个无底洞。沈丽戳了戳我的头，指责道：妈跟你说话，哑巴啦，不要再想着读死书了，这是你翻身的机会。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大学毕业也就几千块钱一个月，要攒一辈子才有500万。抓住傅白羽，你看妈妈现在过得多潇洒。我点头表示赞同。妈，你说的对，不过没怀孕也没关系，我很快就会怀上傅白羽的孩子。你放心，官司那边你先拖着，暂时不要闹掰了。沈丽立马笑逐颜开地拉着我关心：囡囡，妈妈刚才一时气血上头，才动手打了你，有没有哪里痛？我摇了摇头，甩开沈丽的手，转身害羞地说：妈，我不痛，就是晚上白羽约了我吃饭、看电影，我得现在过去赴约了。沈丽见我开窍，还这么积极，急忙掏出一个手机递给我。这是我刚淘汰的旧手机，不会卡，你记得随时看信息。你能搞定傅白羽，让他妈撤诉最好了。我点头保证，一定不会辜负沈丽。他总算放过我，露出了胜券在握的笑容。可在离开之际，沈丽眼神又闪躲着，想说什么，终归没说出来。我猜到沈丽一定藏了什么坏心思，可我不在乎了。我晚上和傅白羽并没有约会，他只是热衷于吊着我，看我摔碎自己的尊严，把他捧得高高在上。我已经收到了傅思思的钱，也订好了明天一早出国的机票，这里的一切要告一段落了。可在离开前，我还是再一次被自己的妈妈背刺了。我成了被人唾弃的捞女。许瑶光可真能装呀！
为了嫁入豪门能这么舔，真是为了钱不择手段啊！就是平时装的那么努力，不过就是为了当个敲门砖，妥妥的捞女一枚呀！你们不要造谣，瑶瑶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没有瞎说。刚才许瑶光妈妈请我们吃饭，亲口跟我们哭诉，让我们多撮合许瑶光和傅白羽，说他们两情相悦。可是傅白羽他妈却看不起他们家，只想让傅白羽娶门当户对的杨诗诗。看他妈那个样子，根本就是想靠女儿鱼跃龙门。许瑶光跟他妈肯定是一条战线呀！细碎的议论声全都落入我的耳朵。我躺在上铺的床帘后面，还是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。家人的伤害总能精准地击中心脏，还好我早就有所准备。我决定留一份大惊喜给沈丽和许军。第二日，傅白羽不知道从何处得知了我要出国的消息，将我拦在了候机厅。许瑶光，你什么意思？傅白羽低垂着眉，将怒为怒，似乎我还不配得到他的在意。我刚把箱子托运完，现在离登机还有半个小时，我得速战速决，还不明显吗？我要离开北城。傅白羽瞟了一眼我手上的登机牌，质问我：你有钱出国，是又攀上了什么高枝，还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吗？我将登机牌塞进随身的挎包里，自嘲笑了起来。傅少开玩笑了，你不过只是在享受我的追求，至于我是攀高枝还是欲擒故纵，傅少应该都不会介意吧？傅白羽瞪大了眼睛。前段时间我为了追求他，都是卑微乞讨的样子。医学系的系花兼学霸是他的舔狗，他无比享受我的死缠烂打，他的自傲也在我的恭维下得到了最大的满足。此刻，傅白羽被我激怒，一手拽住我不让我走，另一只手去抢我的手机。我闪躲到一边，讥讽地盯着他。怎么，傅少这么玩不起？恼羞成怒，不会是真爱上我了吧？想到即将要离开，我把自己不敢说的全都倾泻而出。从前因着爸妈在傅白羽家务工，只能唯唯诺诺。后来为了摆脱吸血鬼父母，谋划未来，我配合傅白羽表演。如今要离开了，斩断一切最好。傅白羽松开了我的手，他怎么也不相信我的爱意是伪装出来的，又要面子，只能放狠话。许瑶光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留下来，我可以和你试试。如果你要出国，就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留下来试试，当你的玩偶吗？好，那就永不再见。我头也不回地潇洒转身离开，登上了去往匈牙利的飞机，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给傅白羽。好笑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。同样，我于他而言，我不过是一个猎奇的对象。落地匈牙利后，我换了新的号码。半年后，我联系上了当初在宿舍为我说话的那位舍友，他告诉我沈丽和许军坐牢了。得知这个结局的时候，我终于释怀了。毕竟19岁的我，能护好自己并摆脱这样的父母，已经用尽了全力。接下来，我的未来独属于我自己。匈牙利的开支比其他欧美国家少许多，钱省着点花，足够支撑我专心在匈牙利完成6年本硕连读了。在陌生的地方很不容易，但总算也慢慢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和导师。6年后，我以优秀毕业生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。这一年，我25岁，拿着一张机票和导师推荐的一份 offer 回了故土。我刻意避开再次卷进从前的纠纷。回国后一切很顺利，我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了工作上，就这样默默地在医院里度过了4年。可不该出现的人还是出现了。最先碰见的人是傅白羽，
彼时，我已经是北城心脑血管疾病知名专家杨洪祖下的一名大将。傅白羽陪着傅夫人出现在诊室的时候，我戴着口罩，傅思思只见过我几面。这10年，我的变化很大，她没有认出来是我。傅白羽看着我的眼神在不断变化着，从有点眼熟到不敢置信，再到喜悦和质疑。在我开完检验单后，傅白羽把傅夫人先支了出去，外面的人扶着傅夫人，柔声说了一句：“老公，我和妈先去做检查，一会儿你给我打电话。”声音很大，也很熟悉，我听得很清楚。傅白羽红着脸回头看我，我示意实习医生叫下一位病患。我抬头冷漠又礼貌地问傅白羽：“这位家属还有什么要咨询的吗？没有的话，请麻烦拿了检查结果再来。”傅白羽还没说话，就被下一位号的美女鄙视了一眼，吐槽了一句：“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，好吧？”傅白羽只能尴尬地走出了诊室。之后，我继续着手中的工作，直到午饭的时候，我被傅白羽拦在食堂门口。傅白羽这么执着，是我没想到的。几个小时的等待，足够他上网搜查所有资料，核对我的身份。他看我眼神满是藏不住的欣赏。许瑶光，我以为是同名，没想到真是你。我没有叙旧的心思，直白地问傅白羽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傅白羽跟着我打了一份饭，坐了下来。我静静地就餐。傅白羽没有胃口，神色复杂。瑶瑶，你更美了。我笑了笑，扒拉了碗里的最后一口饭。谢谢，你慢慢吃。傅白羽见我丝毫不给情面，慌了神，口无遮拦：“许瑶光，你不会给我妈穿小鞋吧？”我嘲讽地翻了个白眼。傅少，既然不相信我，可以换人。傅白羽无奈地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北城这块最权威的专家就属你的老师了，我当然无条件信任你。”我笑了笑，努力的意义在此刻有了具象化。10年过去，傅家起起落落，他家逐渐被新起之秀挤下了神坛，而我也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。我起身准备离开，告诉傅白羽：“你放心，我有基本的职业操守。”傅白羽不死心，临走前告诉我，他在门口的川菜馆等我，不见不散。我没有去，那是他单方面的约定，与我无关。傅白羽3番4次吃了闭门羹，也没有放弃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出现在我身边，他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我的值班时间，每天都在医院门口等着我下班。我无视傅白羽，可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在我跟前晃荡了大半个月。这天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：“傅白羽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傅白羽轻笑着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苦涩地笑了笑：“只是想和你一起吃一顿晚饭。”我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傅白羽的车子旁边。“傅白羽，共进晚餐可以，叫上你老婆杨诗诗一起聚聚吧。”傅白羽知道我一定看见了那天在门诊室喊他的人，以为我在偷偷观察他，开心极了。“瑶瑶，我可以理解成你在吃醋吗？”我吃个鬼的醋，被傅白羽的话无语到了。我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请问，被骚扰可以报警吗？”傅白羽看到我手机的号码，呆滞了3秒，脸上涨红了。他不明白，激动地质问我：“瑶瑶，你以前明明很爱我，你为等我吃饭，可以在宿舍楼下等我1个小时，你还会每天早上风雨无阻地给我买早餐，你都忘记了吗？”我没有说话。傅白羽声线低沉：“瑶瑶，你离开后我才知道，是我妈拿钱威胁你出国。你是不是恨我妈把叔叔阿姨送进监狱，所以不愿意理我？你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上他们了，他们马上就会来找你，我也会马上离婚。”聒噪的声音让我升腾起了巨大的厌恶之感。
我直接把报警电话扩音外放了。电话那头接线员的话制止了傅白羽继续说下去的欲望。我横了傅白羽一眼，甩开他的手，驱车回了家。后面傅白羽没再出现，我以为他放弃了，不成想3天后，傅白羽又把我拦在了医院的停车场。他的后备箱装了一车的花，单膝跪地，举着一个红丝绒盒子。瑶瑶，我已经去申请离婚了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我停下步伐，冷冷地跟傅白羽重申我的态度。傅白羽，我没有兴趣和你玩破镜重圆的游戏，何况10年前我就不爱你，追你只是因为我被所有人背叛，只用配合你的虚荣心，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。如今我更加不可能爱你，甚至看见你，我就想到从前不堪的自己，我就越讨厌你。傅白羽打了个寒战，手中的戒指盒掉落在地，哐当的声音在车库格外刺耳。他甚至红了眼眶，他卑微的祈求：瑶瑶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死心，我会用时间证明我对你的心意。当天，我索性搬了东西，住进了医院宿舍。而沈丽和许军来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沈丽身边牵着一个8、9岁大的小男孩，脸色雪白，精神萎靡，一眼能看出是患有白血病。沈丽脸上堆着笑意，讨好的给我介绍：瑶瑶，这是你弟弟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实在没想到沈丽和许军在我走后，竟然冒着高龄的风险，又批了一个孩子。我把3人领到医院旁边的小面馆，打算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10年未见，沈丽和许军坐在我对面，苦涩地笑了笑，没有任何寒暄地开了口：瑶瑶，我们知道你当年不辞而别，一定有苦衷，我们原谅你。现在你弟弟治病需要很多钱，我们出来后找不到工作，负担不起，你得帮他，就当赎罪了。我嗤笑出声。沈丽紧蹙着眉毛，解读我笑的意思。当年给我下药的时候，想过要怎么给我赎罪吗？沈丽还想继续伪装，看来并不知道当年是我给了傅夫人录音。瑶瑶，你在说什么？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不容易的，怎么会给你下药？而且不管爸妈做了什么，你也不能这么罔顾我们的养育之恩。你知道当年你突然离开，害爸妈受了多大罪吗？我为了缓刑找你，不顾高龄怀上了你弟弟。如果你不走，我和你爸也不会再生一个，他是你该负的责任。我打断了沈丽的道德绑架。你们商量好了要出卖我赌一把的时候，我们的母女情谊就已经没有了。许军见我如此忤逆，恼羞成怒，抬手要打我。我抓住许军的手，轻易将年岁已高的他推倒在地。许军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作为父亲的威严遭到了反抗，在地上耍起了无赖，开始吼叫：大家快来看呐，这个不孝子打老子了！我早猜了许军和沈丽的操作，所以带他们来面店之前，让朋友挂了歇业。此刻除了老板在后厨，无其他任何人。许军这才发现餐厅无人看他表演，只得自己爬起来。等听到我手机里的播放的录音，许军又趔趄了一下。囡囡最近好像不太开心，不会察觉到是我们给他和傅少下了药吧？老婆，别想多了，等囡囡怀上傅家的孩子，我们拿到更多的钱，他肯定会感恩戴德。还是你想的长远。囡囡那么孝顺，我叮嘱她不要吃避孕药，她确实答应了我。那当然了，我们铺垫了这么多年，有谁像我们对囡囡这么好？囡囡很有孝心的，就算知道了，我们找个借口糊弄过去就行。这段录音是当年沈丽和许军办乔迁宴的时候，我去放下的监控录下的。他们在那个房子里得意忘形，说过许多秘密。
我出国前把其中一段寄给了傅思思。沈丽和许军听到一半就已经满脸黑线，措手不及地对视了许久，才明白了我早就和他们分了心，恨意升腾起来。当年的录音也是你给傅思思的，对吗？我没有否认。许军又冲上来想要动手。缅甸的老板是我的朋友，他见状快步跑了出来。这时，安静坐在一旁的许阳突然起身抱着许军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爸爸，不要，姐姐没有错。”许阳望着我的眼里满是担忧和愧疚之色。这是我这10年间从不曾在沈丽和许军脸上看见的表情。我指了指头顶的监控，声音冰冷：“不想再进去一次。我劝你们还是老实点。”沈丽拉开许阳，强迫许军坐下。此时，沈丽看着儿子泛白的脸颊，因为愤怒而变红，想起了自己来的目的，来硬的已经不行，只能打感情牌。沈丽颤抖着想要来牵我的手：“瑶瑶，爸爸妈妈当年鬼迷心窍了，我们知道后悔了。我和你爸在傅家低眉顺眼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让你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房子和500万是我们这样的家庭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巨款。当年我们那么做，也是为了你好。现在看你过得这么好，我们也放心了。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就一笔勾销好吗？我知道多说无益，提出了解决的办法。我不会原谅你们。我手上还有许多你们的录音，如果你们再纠缠，我们也可以翻翻旧账。”沈丽和许军心中有鬼，并且年岁已高，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给许家留个后了。瑶瑶，我们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，但杨洋毕竟是你弟弟，你帮帮他。我盯着坐在旁边的孩子看了半晌，他拉着许军的手还是没有松开，似乎在害怕许军再次朝我发怒动手，并且他整个人在发抖。害怕中又夹杂着震惊、愤怒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许阳的那句“姐姐没有错”，我早就冰封的心还是被照进了一丝光线。我不知怎么就点了头。沈丽激动地哭了起来：“囡囡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。”我冷冷地望着眼前的两人，恨意并未消散。我一字一顿地补充：“要我管他也行。你们得保证从我眼前消失，否则……”在我的充满恨意的目光下，沈丽双手紧张地搓着：“好好，囡囡，只要你愿意管弟弟，我们会为自己犯下的错赎罪。”我头一次看见沈丽眼中的悔意，那一刻，我明白她不会再来纠缠我了。于是，我把许阳安置进了我们医院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沈丽和许军离开后的第2天，就从家里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他们2人喝农药去世了。我从来不曾原谅沈丽和许军，可听见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了结过往，我的心还是刺痛了一下。许阳的少儿白血病医治的可能性很大，只是要花很多钱。好在我这些年对物质的欲望不多，积攒了足够多的钱。我在医院过于忙碌，也不想亲近许阳，就给他请了护工照看。许阳很乖巧，甚至可以说他的一言一行都很谨慎。他看出来我不想亲近他，也就不讨好我，从不会喊我姐姐，懂事的让人唏嘘。而傅白羽为了讨好我，负担起了许阳的1日3餐。他说他不会再放弃我、辜负我，还说我一定也是爱他的，否则他妈把我父母送进了监狱。我不恨，反倒还对他的病情那么上心。傅白羽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，对我穷追不舍。彼时傅夫人已经得知我就是当年那个女孩了，她没有反对傅白羽和杨诗诗离婚，因为我在回国后就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期把钱返还给了傅夫人，她终归对我高看了一眼。2年后，许阳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我将他送进了寄宿学校，以资助人的身份
至于傅白羽，一次次热脸贴冷屁股后，在我申请调任去海城的医院时，也在我的世界消失了。我早就猜到了结局，记忆中的不圆满，得到满足就会遗弃，可得不到满足，也就慢慢只能算遗憾了。遗憾于人而言，如鲠在喉，却又不致命。我对于傅白羽来说，就是这样的存在。时光如梭，我也渐渐遗忘了很多事，因为我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发着光热。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常常怀疑自己的选择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将许阳这个麻烦留下。可后来许阳很争气，他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，找了一份家教的兼职工作后，便再也没有要过我的钱。从他大学毕业那年开始，我给他转账的那张卡里，每个月都会定时收到一笔5000块的转账，备注是还债。许阳很争气，只用了3年时间，就把当年我给他花的钱都还清了。只是这一次，备注不再是还债，而是我可以喊你姐姐了吗？看着信息，我的心还是悸动了一下。那一夜我才明白，当年我为何心软，没有舍弃许阳，因为逃离了更多的伤害，才能在经过岁月的搓磨后，让一切慢慢变得无关痛痒，最后再进行自我救赎。